因为现在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对，就在我工作有史以来啊，在我真正开始学写代码有史以来，原来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通过自动推理来完成，也就是意味着其实知识工作已经不再需要人了。那其实到最后，大家就也不太需要再用 Cloud Code 去处理你自己的工作了，因为最终我们都会失业。所以，OK，对 ，OK，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所有知识工作的行业，对，但是未来随着机器人的发展，会影响到所有行业，不仅是知识工作者，但是最先影响到的是知识工作者。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第一件事情为什么是程序员最先失业？短期来说是你可以让你变得更强，你一个人可以抵1万个人的工作；长期来说就是你会失业，最后就不需要你了。长期到底是6个月？不可能吧？6个月是长期。对，我之前跟你说过，就是那个谁，有个很有名的人说，让大家享受最后6个月的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今年吗？对对。我叫郭宇，然后那个大家如果有在网上关注过我的事情的话，可能知道我的故事。然后我是2011年开始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一开始是在支付宝。然后大家如果以前有用过支付宝的年账单，那这个事情是我做的。2011年、12年、13年的时候，然后大家现在用的智能手机，对吧？基本上都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从传统的功能机转换为智能手机的。2011年、12年、13年开始。然后大家会发现，这整个科技行业的变化就是在于说这个设备的变化，所以很多人开始从PC 互联网的使用者变成移动互联网的使用者，然后有大量的人从杭州、从深圳去了北京创业，那我也是其中之一。那么2014年的时候，4月份我去北京中关村和我的那个就是朋友沈振宇一起创业，然后我们做了大概有10个月左右的样子，然后12月份的时候，我们公司被字节跳动收购了。当时大家还不知道字节跳动，因为当时大家只知道字节写了一个叫做今日头条的产品，对吧？然后后来加入字节跳动之后，我在字节待了6年半。2020年的时候，疫情之前正好那个时候正巧就是来日本旅游，后来有疫情。然后我就选择在这边生活了，然后就辞职了，就在这边生活，一直到现在有6年多的时间。对，所以我应该算是字节早期的工程师之一。我当时加入我们公司被收购到字节的时候，公司应该只有200多个工程师。然后大家现在熟识的这个抖音啊、TikTok 也好，其实也是有一个很机缘巧合的事情，是我们在字节跳动2015年3月份在冲绳开年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冲绳国际通的一个居酒屋。张楠就是和一鸣聊天说，现在李克强把这个4G 的资费打下来了，就是我们可以有100块钱以下的4G 资费套餐，也许可以尝试做一做视频的推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2015年3月份开始，我们尝试去做视频的推荐，做了火山小视频和抖音2个项目，然后最后2016年12月抖音是正式发布的，然后到现在大家现在用的抖音也好，还是 TikTok 也好，其实都是那个时候的想法，然后延伸到现在的一个产品。对，这是我大概的一个个人故事。郭老师他之前是从互联网这个时代到移动互联网的这个转变，他就是当时参与的很深，所以现在可能是一个，对，我们就是今天要讨论的一点就是这个 AI 这个 agent 这个时代来了，我们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科技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也要那个请那个郭老师就是教我们怎么引导这个。教谈不上啊，就是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因为现在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对，就在我工作有史以来在我真正开始学写代码有史以来，我学写代码是2008年的时候，那是刚高考完，然后开始自己学写代码。我也是半路出家，因为其实我的专业是大学本科专业是政治学，然后我其实是学文科的，但是写代码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在今天特别巧合的一件事情是，在今天终于形成了一个交汇。当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其实尤其是去年10月份的这个 Cloud Code 的这个 Skill 这个技能这种模式 ，Skill Agent 的这种模式出来之后，这两者就交汇了，就世界上不再存在着文科和理科，只要你能够说话，你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你就可以做任何软件。对，所以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不是从22年的12月份 ChatGPT 开始的。ChatGPT 有史以来的变化，大家应该已经深刻体会到了，对吧？现在没有人不再使用 ChatGPT， 对不对？大家应该还有很多人在使用豆包，有人没使用 ChatGPT 或豆包吗？
有的话可以举个手。没有用过 ChatGPT 的举手。应该没有人。对 OK， 大家对，都应该没有人知道怎么用。对，所以这个其实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就是当你有烦恼的时候，尤其是如果在座的有小孩儿，我认识很多朋友，他们的小孩现在已经不和父母去聊个人心中的烦恼了，都是和 ChatGPT 在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 OpenAI 的模型会随着你的话来说，对吧？你怎么开心，它就随着你的话来说。但是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说22年12月份开始 ChatGPT 的这个变化，而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 Cloudy Code 推出了 Skill， 就是技能。技能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你可以把你现在的工作描述成是一个文档。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一个软件工程师，你负责的任务就是测试某一部分的软件，你可以把你每天的工作，早上起来干了什么，然后查完邮件干了什么，然后和别人开会完了之后决定要做什么，写成一个文档，这就是一个文本文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 TXT 或者是 Docs 或者是 Keynote whatever 什么格式你喜欢，但是现在 Cloudy Code 用的主要是 MD， 就是 Markdown 的格式的一种文档。你写成这种文档之后呢，然后 Cloudy Code 会自动帮你去执行。怎么自动执行呢？它会根据这个文档现写代码。大家知道软件有史以来，我们要做一个软件，不管是做一个 App 做一个小程序，还是做一个网页，什么东西都需要去想我们到底要做什么，然后我们要去跟产品经理去沟通，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固定下来，开会固定下来之后，需求都固定下来，技术文档固定下来之后，然后写代码，对吧？写完了之后才能发布出去给用户用。但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一切都变了。现在的软件不需要写代码 ，Cloudy Code 这种大语言模型会根据你的需求自动写代码。所以为什么我会把今天的分享的标题叫做“软件的终结”？因为这就是最终的软件了。大家以后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太会是固定的代码，而都是动态流动的 token。这些动态流动的 token 都需要消耗推理需要 GPU， 对吧？英伟达生产 GPU， 然后大家买了英伟达 GPU 之后，把英伟达 GPU 放到服务器上，然后插上电，然后不断的去接收我们推理的需求，然后推理根据用户的需求来根据用户的 Scale 文档来现写代码，然后完成大家的这样一个需求。无论你是想要去查银座附近的停车场，还是要给你的小孩写一个祝他的班主任生日快乐的网页，无所谓这是什么事情，这可以是任何事情。任何工作，任何需求，所以这是世界上软件工程有史以来、计算机科学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对，大家最近如果有上网，应该看到了 OpenCloud， 就是这个龙虾热。对 ，OpenCloud 它不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它是一个编排软件啊。它这个编排软件会自动的帮你去处理你接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语言模型，然后把它们设计成为 agent， 然后并且保持它一直在活动。对，它有一个 heartbeat， 有一个心跳。这样的话呢，你把你的龙虾呢装在你自己的电脑上 ，PC 或者是 Mac Mini， 然后你通过你的微信或者是 Telegram 或者各种各样的聊天软件跟它聊天，它就会24小时乘以7乘以365天不断的去帮你处理事情。那用什么方法处理事情呢？就是用我刚才说的方法，把你的需求记录下来，现写代码，然后完成它。它直接接管了你的电脑，然后全自动的来执行。以往工程师可能会不信任语言模型写的代码，因为他们会担心说你直接执行会不会有错误，对吧？但是 Cloudy Code 在编码这件事情上已经基本做到了，大家现在已经不看 AI 写的代码，但是它就是能够正常工作。所以现在的程序员，所谓的 Vibe Coder， 就像我这样的 Vibe Coder，Vibe Coding 就指的就是氛围编码嘛，就是你什么叫氛围编码？就是他在写代码，我在旁边跳舞，我在旁边嗨，然后我就只要想，我只要思考我到底要做什么，然后我和他去通过这种沟通的方式，让大部分工作由这个语言模型的 agent 来自动执行，所以这是本质上的区别。所以相当于语言模型，尤其是 Cloudy Code 为首的 Opus 4.5， 跨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就是你不再需要监督他写的代码，他也可以正常工作。所以，那我好奇你在22年后这2年，就是这个 Open Cloud 和这些 agent 之前，对你的这个当一个程序员有帮助吗？有多少帮助啊？没有什么帮助。其实我是从去年10月份、11月才开始，逐渐的又开始回归写代码。因为我个人身份，我退休之后一直作为一个投资人的一个角色来思考的。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在 ChatGPT 出来2年之后，其实关于 AI 的讨论进入到一个很多人都在质疑它是不是泡沫。为什么呢？因为 ChatGPT 的用户数量已经一直没有一个非常激进的增长，它就稳定的维持在一个程度，大家就会觉得啊，那是不是我不再需要更多的推理了？
明白。但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大家就会发现，哇，原来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通过自动推理来完成，也就是意味着其实知识工作已经不再需要人了，因为你能够写代码，就可以分析财务，就可以分析法律，就可以做任何事。大家关注股市就会发现，最近无论是 Cloud 推出任何东西，美股就总有一家上市公司暴跌20%，因为大家发现，我处理图片不再需要 Adobe 了，那我处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文档，我也不再需要这些 SaaS 公司，我就可以直接跟 Cloud Code 说我的需求，它可以现写一个完全针对我需求的代码，用我电脑当中的文件，用我自己的登录的状态，用我自己的账号存在我自己的云盘，那我为什么还需要使用别人写的软件？所以区别是在于这里，软件可以变得非常高度的个性化，工作可以变得高度的自动化。那其实到最后，大家就也不太需要再用 Cloud Code 去处理你自己的工作了，因为最终我们都会失业。OK， 别说的那么悲观了。OK， 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个 live demo， 就是让那个郭老师教我们怎么用这个新的这个技术。Cloud 其实推出了，他们现在每周都在推出针对于普通人的自动写作工具，他们把 Cloud Code 包装成了 Cloud Cowork。对 Cowork 是一个桌面软件，你只需要下载，然后把它打开，然后让它自动去读取硬盘当中的文件，它就会自动工作了。比如说，你可以把它，大家如果没有用过的话，可以去下载它，然后让它去读你的，如果是 PC 的话，让它去读你的地盘；如果是 Mac 的话，让它去读你的 Home 目录。然后你随便跟它说一句什么，比如说把我最近10个月以来所有的旅游做成一个带有动态地图的这样一个计划，然后让我可以分享到小红书什么之类的，无所谓，随便你说什么，然后他就会自己开始写代码，然后做到这件事。对。OK， 那我们去做这个 demo 吧。你用 Cloud， 那么就直接用 Cloud 打开，它就会变成这样一个东西。Okay. 对，然后你剩下的事情就跟他说话。如果你不想打字，你可以安装 Typeless 或者是其他的自动语音输入法。Okay. 然后你只要跟他说话。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大家看得到吗？我这有点太小了。对，能看见吗？大家 ？OK， 好。那我们能不能？你说吧，你说你想要做什么？你跟他说。对。那我跟 Cloud 说什么呢？那我想搭一个网站。那我们就 OK， 那我怎么说？我说是怎么说呀？没关系，你想说什么说什么。Okay. Typeless 会自动的帮你把的想法 format 成真正的。OK。那我说Cloud， 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网站，是介绍车唱记者的各种写作的网站？对，你可以看他是怎么思考的，他会 OK， 他会去搜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看他 Journalist， 对，你可以看他调了 Web Search 这个工具。OK， 那么 Web Search 就是 Cloud Code 自带的一个工具，他们把这个叫做 To Use， 这就是它相比于 ChatGPT 这种对话类的，像豆包这种对话类的大语言模型的产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它会使用 To， 它会使用工具。这个调用的方法叫做 To Use， 然后你也可以定义自己的工具，你想写自己的工具，你可以写，然后写完以后让它去调用。这是你的个人网站吗？车上.com， 唱车。哦，对，我有一个个人网站，对，但我想让他帮我做一个新的网站。你可以看他去看到了你自己的网站，然后他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想法，就是怎么样去更新你自己的个人网站。OK。那他们怎么知道设计方面是他们怎么决定呢 ？To use， 你可以去定义一些已经有的非常非常厉害的设计师做出来的网页，然后让他去调用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就叫 skill， 你可以让他去用现在已经非常厉害的设计师使用的一些技能，比如说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设计这个网页会更好看，你就让他去用这个 skill， 他就会按照这个人的方法去优化这个网页。OK。对。但你如果不提前问他，就是如果不给他说一个具体的一个设计，那他自动的会有他自己的选择。对，你可以看到他默认的，我现在没有用任何的 to 和 skill， 他可以看到这是对的吗？你可以看一下。看一看啊，他是一位非虚构作家。OK， 挺对的啊，很正确。我不知道你还是牛津大学哲学硕士。牛津大学 ，OK， OK， 这是他给你列出来你的代表作品。OK， 他会问你需要一个怎样的网站，你可以
他会问你这个网站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技术的站，什么样的风格，要做什么样的，然后最后部署到哪里。好，那我们回答吧。要什么问什么问题？他需要技术站你不懂，这无所谓，你可以让他自己做。然后，但是你想让这个网站做成什么样子，你可能会需要和他讨论。那你就随便弄一下，就是我们看一看结果，你就随便跟他说什么需要分类搜索都可以，无所谓，这个我不太在意。我让他用一个 scale 去重构一下你的个人网站。你刚刚不是说，如果你的个人网站没有用专业的设计技巧，对，然后我可以让他加载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写的一个技能。OK， 对，可以。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说你可以用 UI UX Pro Max 这个技巧去做。我这个上面没装嘛，等一下，他就会去搜索这些 skill。对，如果你安装了的话，那么它就会有对应的 skill。我来安装一下这个 skill。我插一句，就是我当时写那个做我的网站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自己做出来，所以我当时用了一个软件叫WordPress。对，非常有历史。 WordPress 是对，就是我就依赖着这个平台开始就是做了我的软件，就现在应该理论上就不用 WordPress 了，就直接这个 WordPress 应该会未来会倒闭吧，要不然怎么可能跟这个比呢？我不知道，也许还会有很多人用，因为像 jQuery 这种古早的东西，其实都有很多人用。其实关键不在于你使用什么样的东西，而在于现在使用写软件的都是自动化的。你如果真的想用 WordPress 来重构，你也可以让 Cloud Code 再用 WordPress 基于你现在的架构来重构，这也是无所谓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电脑上没有安装这个 skill， 但是我就让他自己去搜，然后让他自己去装了。所以一切东西都不再需要依赖搜索引擎或者说依赖搜索引擎的已经不再是人，不再是我们，而是他。OK， 明白。好，现在在做什么呢？现在在他已经安装成功了7个和设计师相关的 skill， 然后他会通过核心的这个 skill 来帮你重构你的个人网站。怎么样重构你的个人网站呢？他肯定要先去读你的个人网站，对吧？对。然后把所有的内容布局，都完整的去理解下来之后，然后再去重构。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开始使用 Python 在线写代码，然后他去设计了一个设计系统，给你的网站的所有组件设计了一个设计系统。设计完了之后，他就开始写。等我写完之后，他就会打开这个网页，你可以自己看看。我很好奇，对啊，要多久呢？大概2-3分钟。2-3分钟算慢的，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现场演示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已经开始写，他在创建一个新的项目。他用了这个经典优雅的这个模式。当然，如果你想要让他模仿一个现成的网站，你可以直接把链接告诉他，然后他还会自己去模仿他的设计语言。OK。对。好，那我们一边等他这个把我的新的网站做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所以我听说你也之前跟我说过，就是现在第一流的这个最大的影响是这个 SaaS 公司，这些 software SaaS 大家都知道，就是 SaaS 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对，是指这种Netflix 也算是 SaaS 吗？ Netflix 是个 online streaming service。那 Google Docs 算是 SaaS 吗？那是哪些比较典型的 SaaS 公司？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像 Salesforce 啊，像日本有很多，像什么各种各样的 cloud， 就是 SaaS 一般都是针对于企业的，就是大家如果个人可能用不太上这些东西，但是你的公司可能会用，比如说很多 HR 的 system， 这些都是算 SaaS。OK。对。那你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些在暴跌呢？这些股票，就是这个 agent 会给 SaaS 带来什么变化？能再具体一点吗？就像你看到的这样，你可以用 Cloud Code 来写你自己的个人网站，你就没有必要再用一些现成的博客网站。OK， 对，所以就像我就不用 WordPress 了。对。所以未来的记者就不用依赖着 WordPress 来写。对，你不用依赖任何东西，你唯一依赖的就是推理的需求。对。是的。好的，好。那么那个 SaaS OK， 除了 SaaS 以外，你觉得下一个就是 AI agent 会影响到的一个行业是哪些行业？你觉得？所有行业。所以，OK。对。OK。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所有知识工作的行业，对。但是未来，
随着机器人的发展会影响到所有行业，不仅是知识工作者，但是最先影响到的是知识工作者，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第一件事情为什么是程序员最先失业？尤其是初级程序员，现在硅谷的很多公司其实已经完全不招聘初级程序员，因为你会发现招进来还不如你直接使用 Claude Code 自动写代码快，而且效果也更好，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不用和人沟通，意味着你缺少了最大的摩擦，你可以全自动的24/7的不断的完成一些事情，就算这些事情可能不会成功，你也可以非常容易接受它失败的成本，因为你不再需要请一个人，也不再需要开掉一个人，当你这个公司不成功的时候。好，那我能就是直接问，你对我好奇你是怎么看我们这个出版这个行业？就是你觉得这个 Agent AI 现在可以影响到这种就是需要用就是大量的读书然后写作这个行业？因为这个我觉得跟代码没太大的关系吧，所以你是怎么看出版这个行业会有影响吗？我不太了解这个行业，但是就我自己的想法而言，我觉得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没有了，就是因为你可以随用随取的从 Claude Code 那里获得知识，它可以是任何人，它可以是一个很有名的 fiction 的作家，也可以是任何的了解哲学史的、了解美学史的博士，你只要问他问题就可以了。但可以完全代替吗？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 fiction 的作家，对，那你 fiction 写小说，我可以想象，就是现在写小说，因为包括我现在在写书，我也会用 Claude， 甚至 Claude Code 会做一些研究，对，这个很有用，其实，因为我就不用谷歌了，因为谷歌你每次你搜索一个东西，你可能只出来可能就在那个屏幕上的一个结果。对。但是你这个 Claude Code 是很完整很快就可以把所有的互联网都搜一下。我那给你写好了，你要看一下吗？哇哦 ，OK， 哇 ，OK， 所以这个是我所有的写作 ，Oh my god， 对，是的 ，OK。啊，这个是前几天写的一篇关于古典学的 ，OK。如果你想要给这个网站做中日英3个语言的版本，它也可以很快给你做完。它可以帮你把所有的他们还有文章都翻译。一些这个话题，把这个话题什么的嘛。对。书评还有什么科技，日本还有日本相关的。对，但这个写的比较简单，因为它用了专业的这种比较可能简约的设计技巧。如果你喜欢搞得很 fancy， 有各种各样的3D 动画，你可以跟他说。他们还知道，你看。他们还知道我你能不能在这个是我3个就是我在上海、Seoul 和东京3个地方住过，所以他知道他写 from Shanghai to Seoul to Tokyo。对，是的，对，他知道任何事，只要你在网上写过。对，很厉害，很厉害。我觉得现在社会有一个话题，有一个辩论，就是这个 AI 到底是可以彻底的取代这种知识工作，还是说可以就是英文叫 empower， 就是可以支持我们这种知识工作做得更好，你是怎么看？短期来说是你可以让你变得更强，你一个人可以抵10000个人的工作。长期来说就是你会失业，最后就不需要你了。OK， 那你觉得这个是长期是你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啊？长期到底是6个月？不可能吧？6个月是长期。对，我之前跟你说过，就是那个谁，有个很有名的人说，让大家享受最后6个月的真正有意义的工作。今年吗？对。我觉得有点极端吧。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反弹了，我已经。但是我们可能作为科技工作者，可能会觉得有点太过于乐观啊。但因为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是美国比较缺电，所以推理没有办法实现几乎免费。但是呢，英伟达的那个 Rubin 架构其实已经基本就是50%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现在随着 Rubin 架构上线，明年后年的 AI 的数据中心可能推理成本就是现在的1/10，就意味着其实美国不需要消耗那么多的电了。大家知道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国缺卡，但是美国缺电，因为中国有大量多的电，所以有水电、有风电、各种各样的新能源的电，所以我们不缺电。但是美国因为现在缺电，所以就导致为什么这个变化还没有变得非常的普遍？对，其实因为成本比较高。对。那我们换一个行业，比如说你做律师，那个医疗，
就我们希望 AI 就是帮我们做手术吗？什么的，这就有些行业是我们还是很重视有人在接触这个过程。你这个你是怎么看？其实律师就是前段时间被取代了。我跟他问一下，哎，前段时间 Cloud 推出了一个什么很厉害的一个东西，然后可以让这个法务自动化是什么东西来着？你帮我找一下。这个他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工具，可以让公司当中的法务团队直接裁掉，就用它来做完全自动化。对，所以这个是跟你说的，起码是在企业内部的一些法务的人员是可以。对。现在已经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但这个还是，就是那个法律所还存在，就是这个是在那个助理啊什么的被取代了，对不对？不是、不是，就全部团队。真的？其实我个人啊，这个。OK。对，其实我自己持的看法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2000年的电影，那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组织，然后《时代精神》有一部电影叫《时代精神附录》，里面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它是2003年的电影，当时特斯拉什么自动驾驶还是远远都没有。他当时说交通法规其实是没必要的。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车都是自动驾驶，也就没有必要有保险公司和交通法律。你懂我意思吗？对，你可以看到这个它的 legal plugin， 2月份推出的。彭博社说它引发了约2850亿美元的股票抛售，上述这些合法律的这个公司的股价都大幅下跌。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预想到以后大家使用这些 AI 的 agent 就可以自动完成这些法律工作，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去请教这些公司去买他们的服务。对，所以我的想法其实是说呢，法律。因为我以前本科学政治学的嘛，就是政治是为了解决什么人和人的矛盾，人和群体的矛盾，群体和群体的矛盾。对。这个矛盾的摩擦是怎么样的产生的？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所有人的想法都没有 on the same page。对 ，AI agents 自动让所有事情 on the same page。而且更厉害一点是，现在它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共享的大脑，就是每个人的 Cloud Code 其实都会有一个自己的 memory， 自己的记忆。你想象一下，如果成百上千的、成千上万的。上10亿的、成百亿的 AI agent 的记忆全部在一个地方，就意味着公司 A 和公司 B 也不需要去开会，然后让所有人都 on the same page。所以其实它的摩擦会大大的减少，摩擦减少了之后，法律可能它还会存在，但是它可能已经没有了执行的意义。明白。对。那没有这个，就是如果代替这么多员工，你有没有？就是那我们做什么呢？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未来这个知识工作没有了的一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可以去海边冲浪。对，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那我怎么？对呀，没有收入呀。对，你会发现生产力已经非常进步的非常快，但是生产关系的分配原则还没有被改变，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在美股市场其实存在非常大的对 AI 的和美国经济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就在于生产力是确实的提升了，所有使用 AI 的公司都在疯狂赚钱，利润都在提升，收入都在提升，同时也在裁员，所以就导致 opening job 就是这个工作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少会导致消费者越来越少。对，消费者越来越少，反过来会导致整个经济偏向于没有活力，走向通缩，对吧？而且 AI 生产力的加剧又会影响整个经济走向通缩，因为东西更便宜了，服务更便宜了。对，所以现在其实市场在定价这么一个事情，所有人都在尝试去理解未来社会到底会怎么样。但是一方面它会很糟糕，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人失业，对，没有收入了。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就算这些人失业了，他还可以订阅$200一个月的 Cloud Code 来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也许可以通过这些事情赚到钱，也许不行，但是没人知道。所以大家把未来偏向于理解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未来。你刚才说这一点，就提到了一个观众给我之前发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推荐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应该学什么？就比如说上一个小孩子上大学，我们之前有这个智慧是说，包括毕竟我有个小弟，他现在在大学，我一直都在说他要学写代码。对，现在不用学了，如果还没写的话就不用学，就不用，真的是不用学了。现在不用学了，对。那你会给对一个年轻人，你会怎么推荐他学什么呢？
学好怎么使用 Cloud Code 的这些编码的 agent， OK，在这3到6个月，对。但是在过了这段时间，其实也不太需要学。为什么？因为全自动化了。其实我自己就在写一个叫做 One Man AI 的，就是大家知道 One Man 电小就是一人电车，我在写一个 One Man 开起来的一个产品，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会让它在我自己的5090的 PC 上面跑。昨天跑了1000个循环，这1000个循环6个多小时，我就让它干一个什么事呢？我让它设计一家在东京的做装置艺术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要有完全的财务计划、网站。装置艺术的3D 的这些3D 的这种通过 3GS 写的3D 的这个产品，然后并且让他写一封邮件，去把他的装置艺术提交给在东京的所有各种各样的画廊、各种各样需要这个装置艺术的公共空间。对，然后他把这件事情做完了。你可以想象到，如果这件事情我都能做，就意味着有无数多的科技公司都在做这种自动化的公司。你只要提供一个想法，它可以把这个想法当中1000个可能性全部给你实现，然后自动的去帮你执行。那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还需要自己和他聊天的方式写代码？就不需要了，对吧？仅限于现在短期。所以现在我把软件，其实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为什么我说是软件的终结。我把软件分成，从去年10月份开始分成2种类型，一种是写死的软件，就以往的通过工作流构建的软件；第二一种就是我刚才说的软件的最终的软件，也不能叫软件的终结吧，最终的软件。最终的软件通过不断的推理，把人类的思考变成无数多的可能性。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个没有时间的东西，或者说它可以把时间变成非常快的东西。因为它有无数的可能性，它可以一直运行，它就可以把所有的可能性同时选择、同时进行、同时发生。最后你只要选择一个效率更高的分支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不选择，让它全自动的运行。以往我们创业需要一些钱，比如说在日本做一家公司需要800万日元的注册资金，然后你需要去请一些人。然后你需要有一个想法，因为如果你有太多想法的话，会分散你的精力，你多半可能会失败。但是现在有了 One Man AI 这种东西，有了 AI agents， 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然后让他不断去执行，他可能会发散出非常非常多的想法，然后每一个他都会写，都会去做。如果失败了，他可能就按照你的失败的计划退出；如果不失败，他就持续运营下去，直到盈利。那么其实作为创业者，作为这种知识分子，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这种公司，只要你提出想法就行。但是就算连想法这件事情本身都在被 AI 自动的去发散，对，这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auto research， 它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OK，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就解释一下现在国内在发生什么？这个 Open Cloud 现在就是这么火，这个 Open Cloud 和这个 Cloud Code 有什么区别？你说的 Open Code。Open Code 这个龙虾那个Open Cloud 啊，对，龙虾，对龙虾，我刚刚大概解释了一下，龙虾它不是一个语言模型，它是一个编排软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常驻在你的电脑当中的一个 agent matrix， 就是它背后有很多自动在运行的这个 agents， 然后你要为它接入语言模型，当然最好的语言模型就是 Cloud 提供的 Opus 4.6， 如果你给它接入 Opus 4.6， 那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厉害的24×7的一个 agent 自动在你的电脑里面跑。那么对于他来说，你可以让他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处理邮件，或者是处理工作，或者像我刚刚说的，做一个新的公司，然后不断的去推演，对，他就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它相当于运行在本地的。当然大家会发现，如果什么东西可以运行在本地，它一定会运行在云端，对吧？这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很多公司现在在做的事情。既然可以运行在你本地的 Mac Mini 或者你的 PC 上，那它就可以一定运行在云端。运行在云端的话，那就更不得了了，因为云端的电脑服务器的性能更强，它推演的速度更快，而且它可以一直不断电，对，而且它可以有更多的信息，有更多的记忆啊。它就自动的在跑的，那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啊？在你自己的电脑上跑是有风险的。其实我现在已经看到很多的 Open Cloud 被人家骗了钱的这种例子，被其他的 agent 骗了钱的例子了。对，但是如果跑在云端的沙箱当中是没有任何风险，因为 Sandbox 跑完以后就会直接扔掉。然后你也不用担心你会去改掉各种各样的文件，因为它用完了就扔掉了。对，还有刚才那个问题忘了跟你说了，就是中国和美国在这个事情上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大概有6到12个月的时间。这看起来好像很短，但其实现在6个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现在是指什么差距？是 AI 的大模型发展差距？模型的差距。OK， 对，主要是模型的编码能力的差距。因为大家发现 Cloud Code 其实是一个编码模型 ，Opus 4.6的编码能力非常强，所以导致它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所以大家会发现，就是说，以往中国公司买了卡，字节花了很多的卡去给豆包
去做推理，给记梦去做推理。因为一鸣啊，包括中国的公司的想法都是，那我一定要做能够挣的钱的，我一定要做能够挣的钱的事情。那么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去做消费级的产品，就是用户从7岁到70岁的人都可以用的，所以他们把很多的 GPU 都拿来做消费模型的一些多模态模型的推理啊。你可以在记梦上生成视频，可以在跟豆包聊天，背后都用了这些推理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他们其实买了很多卡，都没有去做编码模型的训练，他们没有这么多卡去做训练，所以这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差别。像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像 Kimi 啊或者 Minimax 也在尝试追上来，但是大家如果有关注行业内的新闻，就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是通过真流这个 Cloud 的 Opus 的模型的方式来追赶的，所以它本质上还是存在一个代际的差异。你必须要有先锋者，你通过真流它的模型才能有后来者，所以其实这个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就是看起来我们感知不到，我们会觉得中国人用豆包好几亿用户呢，所以其实对于中国和美国的用户市场来说，其实中国用 AI 的人是更多的，不是更少的。对，但是大家都用来干嘛呢？去做那种猫猫狗狗的视频，让豆包看自己的穿搭符不符合那种，对吧？他的推荐，然后做那种很搞笑的视频。我不是说这个不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让 AI 在全民普及的非常快。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导致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模型的代差存在一个6个月左右的代差。你像 Cloud 的那个意大利人 CEO， 他之前就说了，他说中国人和他们的模型大概有6个月的代差，但是在 ByteDance 可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做的最好的，但是也是存在半年的做一个代差。所以现在 ByteDance 和这些大企业阿里，包括腾讯，这个百度，他们都在摸索这个 agent 这个软件嘛？他们也在做吗？对，其实都同步在做，但是就是说有重要性的前后的区分，因为他们其实像我刚刚说到一样，很多的公司企业都是先开始做消费级的产品，对，包括开源的模型其实都做得比较好，大家会发现阿里巴巴的那个千问，对吧？这些开源的模型他们会做得比较好，对，但其实还是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代差，变化其实非常大，大家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这些变化。如果你不像我这么疯狂，一天可能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都在 web coding 的话，你可能大概率理解不了这种变化是什么。但是几个月之后，我觉得所有人都能够体会到。人类有好几种方式可以接近智慧，